各位朋友，小丽都演成这样了，这个场子不好接啊。对下面一位演员是极具挑战，但是我们对他充满信心，因为在这个舞台上，这位演员克服了心魔啊，渐入佳境，这就来了吗？掌声欢迎瑞瑞，瑞瑞。哎，大家好，我是瑞瑞，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就是比到半决赛，本来是很开心的，但是这种车轮战我是真害怕，因为我去年也来了，去年也是车轮战，我去年精心的准备了2篇稿子，改的特别好。当时我们总编剧是孟川和程璐2位老师，他俩看完我稿子，他说：“瑞瑞，你这个稿非常完美，一个字都不用动。”上去第1轮就让人淘汰了。12进4，我排第5。我说是不是改一个字也不至于淘汰呀？然后当时川儿个人特别好，他鼓励了我，他说12进4你排第5，这种成绩属于惜败呀。他说复活赛你好好打没有问题，你复活赛那稿子非常完美，一个字都不用动。复活赛16进3，我第4。今天又是车轮战，17进12。我好像已经看见一个数字在向我招手了。真的害怕惜败，我怕以后别人提起我说瑞瑞啊惜败。就我有个小小的期盼，我希望我要是能第11名该多好啊！就想尝一口险胜是什么味儿的。但即使比到这个阶段，不管什么名次，已经很厉害了，已经很厉害了。是因为上一轮结束的时候，张绍刚老师宣布说，我们剩下这些人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叫全国18强。就明明对面还有一个节目。说得很缜密。你是怎么敢这么宣布的呢？全国18强，你知道我们两边节目的演员最后还是会在线下相遇的。一见面聊天说你成绩咋样啊？我说我全国第11。他说咱俩好像双11了。多么荒诞的称号，但我听进去了。我听完这称号，现在感觉自己都有点飘了，真的心态是有变化的。我们之前演出过开放麦，很多时候他们会安排我开场，然后他们接我。我感觉现在谁再想接我，就得去机场接我。当然有人提醒过我说别飘，有人提醒过，小何提醒过我。广智。小何。小何说你是不是有点飘了呀？我赶紧纠正他，我说应该说您吧。开玩笑，我不敢，我写这段给他看了，我说您看我这么写可以吗？给他看过了啊，就是我跟大家说话都会非常客气，我是比较在意说话方式那种人，因为可能是一个脱口秀演员，作为一个语言工作者，我也在意别人说话的方式。但是我发现我生活中确实有很多人他会说那种各种各样的废话，就让你一听就烦。我之前上班嘛，我有一个同事，他喜欢开导别人，特别好。有了他的开导，你不管是什么难过、伤心，就都会变成愤怒。我之前跟一个同事在公司吵架了，原因就是他拿我家人开玩笑，我很介意，我感觉他就是嘴贱。然后吵完之后我特别生气，那个同事过来开导我，他说了一个特别流氓的话术，他说你别生气了，他你还不知道吗？他就这样嘴贱。我生气是因为他嘴贱，他告诉我你别生气了，因为他一直嘴贱。这什么道理？你打一个车，你说师傅你车有点臭，师傅说我车一直这么臭。你说啊，那我就放心了，我就放心。我就不理解，当时我怼他了，我在气头上我怼他，我说拿你家人开玩笑你愿意啊？可能是我语气有点冲，
他说我安慰你，你怼我，你怎么跟疯狗似的呢？然后开始骂我，巴拉巴拉骂我2分多钟，最后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他说你要觉得我话说重了，你当我没说。他好像骂我了吧？他试图跟我面对面的情况下撤回一条语音。哎，什么叫你当我没说？这句话也太好用了。你说谁？你们要是说上班迟到了，你跟老板说你当我没吃。借了钱不还，你跟人说你说我当我没借。我这轮淘汰下轮我还来，我说你当我没走。太不讲理了，这种话呀，就是我听过很多废话。还有一种人，就是他跟你说话的时候啊，他会浪费很长时间去想起了一个毫不重要的点。你跟他说话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就一寸光阴一寸铁呀。我之前跟一个朋友逛街，走路的时候我说附近有厕所吗？我朋友就开始了，应该是有。这片我上个月来过，跟那谁嘛，跟那个。哎呀，跟谁？哎呀，就在嘴边，想不起来跟谁来着。哎呀，好像是刘哥。你等会儿啊，哎，刘哥，我都懵了。不是找厕所吗？怎么厕所刘哥盖的？就是他们说话不过脑子的时候，我感觉我受不了；有的人说话太过脑子，我更受不了。就是有的人说话，他之前他会用大段的铺垫，给你做免责声明啊。就一顿铺垫呢，这样可能有的朋友 get 不到我这个情绪点。我在这儿放了一个特别炸的梗，我给大家讲一下。当然了，可能是每个人对梗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因为众口难调嘛，所以可能有人听完之后觉得不会那么炸。你别期待，这我没放梗。大家能 get 到我那个情绪点了吧？真的，我真见过这种。我之前上班嘛，我们几个同事坐在一起，集思广益的骂老板，骂的特别尽兴。来了一个新来的同事，他说：“那个我打扰大家一下吧。当然了，我知道随便打断别人可能是不太礼貌的行为，但是我刚来，大家可能对我不了解，我就喜欢有什么话直接说，不喜欢藏着掖着。有什么直接我说什么事儿这么严重啊？我说你直接说呀。他那我直接说了啊。”当然了，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啊。用一下电脑，我说好。我说按你刚才那铺垫，我以为老板是你二舅呢。谁教你这么客气的？我说你要真想对咱几个表示尊重，你换一种方式，不行你跪下说呢，对吧？你或者在用词上面你稍微斟酌一下。你说用一下电脑啊，父亲，这不冒犯，你知道吗？我觉得太折磨人了，因为汉语文化博大精深，但是到现在出现这么多废话，我有点痛心疾首啊！大家把时间往前推，你可以想象一个场景，比如说古代一个战场上，战火纷飞，军情紧急，一个士兵跑进一座营房，说：“报将军，敌人打过来了，正在屠杀城中百姓。现在情况可以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啊，叫……哎呀，就在嘴边，哎呀，叫啥来着？哎呀。”那军师都看不下去了，说：“这个士兵，我打断你一下。”当然了，我知道随便打断别人可能是不太礼貌，给将军气的呀，说：“闭嘴！大敌当前，成何体统？”这时候副将站起来了，说：“将军请息怒。”那他俩你还不知道吗？他俩就这样，他俩太难受了。当然，朋友，我今天讲这个段子不是要讽刺谁啊，就是我没有那个讽刺别人的那个意思，大家，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我想说的是，好好说话这个能力，希望咱们身边人都有，咱们可以少遭一点罪。但如果今天这个段子真要说冒犯到谁了呢？你当我没说，谢谢大家。太好了，我闻了。抓紧时间，瑞瑞倒计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瑞瑞好棒啊！太棒了！刚才接小丽是有压力的，
很有压力。我不知道为啥每一场我都接那种就巨炸的那种，然后都是来接。你之前接过？第一轮是接那个呼兰哥啊，呼兰哥，然后有一场接的是学姐，就小雪学姐。哎呦，我对那个是全场最高分那一次。对。然后呢？然后有一轮就是高寒在前面炸了，然后我们那一组继业我们几个那一组就一个。我跟你说，就是因为你每回这个境遇啊，罗老师每回看演出都快脱水了，每回都替你一把汗，是不是？一直就是这一回又接住了，恭喜！谢谢。哎，春春喜欢今天瑞瑞的这个，特别喜欢。然后我也感觉这一季就是瑞瑞开挂了，而且我其实特别有共鸣，因为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他一开始就我瞎说啊，叭说完了一段话之后，他说我也不知道啊。对，而且还有那种特别讨厌的说，我这么说你别生气啊，然后就让后边一定要说一个你生气的话啊。有一句话不是当说不当说啊，那你别说，对，别说啊，一般都有这种。我还有一个同事，我们开会的时候，每次他的话都是，那我先抛个砖啊，对。这每次听的就是你何必要加这样的话？我还见过一个说，我特别喜欢瑞瑞这位选手，但是他今天的表现，你要开始自怎么就是你自我检讨了，是不是？但是我觉得成长了。今天你那个比较神奇，是你讲的时候，大家那种除了爆笑，还有一些会心的微笑，是因为我们身边你说的那几种我们都见过，真的。但是你做了一个很可贵的贡献，就是我们生活里没有机会把那几个凑到一桌来。但你就给我们凑到那个军营的，最后出现了一个 sketch， 对吧？然后最后所以我们有幸把自己朋友在一个封闭小场地里全部见识了一遍，非常过瘾，对，非常过瘾，了不起，谢谢老师。我和大老师好像对瑞瑞有格外的真的是情感，真的是你们眼光特别准。因为去年的时候我没觉得他怎么样，然后你们一直说，哎呀，好可惜，就是好可惜啥呀，就这么一轮游的有的是。哎呦喂！但是今年就跟疯了一样，疯了，这是他正常水平。但他今年跟去年的确不一样。去年他胆儿小，他去年也很好，但他今年完全像你说的开挂一样。那个多好玩啊！你自己觉得今年和去年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最大的差别就是可能是你经验多了一些，包括创作的技巧。你和厉害的人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就会提升，就会提升这些技巧。哦，那小呼、小兰他们没给你那个，没给你指点一下。你当我没说？起范了。瑞瑞刚才接的是已经炸了场292票，整个半决赛最高的小丽啊，难接。但是接住了，好表演，我们还得看票、教团的4灯全给了。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看一下瑞瑞最后得到的票数。全国18强，18强吧，12了，要12了。284，可以。谢谢恭喜瑞瑞晋级总决赛，全国12强了，前12进，284很高，可以。哈哈哈哈！谢谢，哦，可以。他3年前就在另外一个节目的后台跟我指导过我段子，然后去年看到他的节目过后，我觉得，哇，当时指导我那个人终于登上了大舞台了。今年看到他进到总决赛，而且他就坐在那个后场区的时候，都还在改稿子，还在问我们，哎，你看这句话这样说顺不顺一点？这样说顺不顺一点？你就行不行嘛？可以很好笑嘛？他就是非常努力，真的非常好笑的一个人，我觉得他就是值得。瑞瑞终于到了没有卡位赛，没有给他卡出去了。他这个笑话写的，如果我花钱去看脱口秀，我一定会花钱去看瑞瑞的演出。我跟赵少刚老师已经快脱水了，就是给他捏了好多把汗了，然后这回终于进去了，可以啊。越来越难啊！下面这一位永远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而且在现实生活当中，任何的事情都能够成为他思考和创作的原点。掌声欢迎小胡！太好了，比到半决赛，哎呀，老朋友又是半决赛。
前几年的时候比到半决赛，然后有2个选手，我不说是谁啊，有2个选手说比到半决赛了，咱们放松轻松，怎么现在都是转的？后来2个人在龙华寺碰着了，很尴尬，都知道对方是来干啥的。比赛前2天总归不是来求健康的是吧？我们去寺庙一般喜欢拜那个弥勒佛啊，因为只有他长得像是那个能管喜剧的啊。但我一般喜欢去拜那个送子观音啊，因为我求观音给我送几个段子。而且整个一个比赛开始前，好多新人选手跟我说：“他说哥，我今年第1年来，我比2轮已经算非常非常好了。”我说：“那你一定要说话算数啊！我该走就得走。”结果现在全都在，对吧？大部分都在那儿。最近又问我，他说：“哥，你觉得说脱口秀最重要的是啥？”我说：“是诚信。”现在已经有选手开始找那些已经淘汰的，说你还有没有那些没用上的段子，你借我来用用啊，到时候我写出来再还你啊，借1个我到时候还你2个。我说怎么脱口秀已经开始上杠杆了是吧？人家比赛没赢还欠了一屁股段子是吧？人家啊，写稿本来就难，然后本来就写不出来。前段时间我半夜写稿，刷着那个说7月5号日本有那个大海啸。会世界末日，哎，不是，人在困难的时候是看不得这些消息的，因为人会兴奋。哦，我说这怎么还整出盼头来了？这，我是7月1号刷着的。我说那接下来几天是写稿啊，还是不写稿呢？很纠结。后来决定还是要把世界末日要来的好消息先告诉其他选手。你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害怕啊！你这独怕怕不如众怕怕。哎，我这些事情，你看这些事情我也不在网上传，你转发超过500，然后有麻烦。我多聪明啊，我口口相传。都这样的，他们扛不住的。你说世界末日这种消息，他们听见就会搜，搜完就会刷，一刷就浪费1天。现在就是这样，哎，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些坏消息像世界末日它就会流传的到处都是，好消息没人会知道的。哎，你去发一个帖子，你说7月5号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没人会理你的，没人会理你的。这个比世界末日更像是谣言，是吧？哎，我觉得关于世界末日，我问了周围好多朋友，我也一直在问这些观众，我也可以问问你们，你们可以接受下一秒立马就世界毁灭吗？哎，可以是吧？大部分可以，真的，我问下来之后，90%以上都说可以。我觉得现在大家是这个想法，就是我还没活够，但是要是一起毁灭也不是不行，对吧？哎，对，关键得一起。对，你不能那海啸来了只把我冲走了，那大家不会说哎呀世界末日，大家只会说苍天有眼啊，哎呀，对吧？哎，你看咱虽然这么说，但我觉得没人希望世界毁灭，但我觉得这个一起毁灭可能是我们从小到大遇到的最公平的事儿，有钱的没钱的，有门路的没门路的都一起，电影都不敢这么演。你想想看嘛，咱看那个电影《地球毁灭》，即使有飞船，那些飞船会带走一些什么？你看过什么科技技术精英，还有一些达官显贵，你觉得这里面会有我们吗？你觉得会有你们吗？不是，你们别生气，是吧？你们别生气，啥达官显贵被大巴拉过来坐这儿看脱口秀是吧？你觉得会有我们？也不会啊，啥达官显贵站在逗你们笑呢，是吧？没，不会的，不可能有我。你想想看，他带一个脱口秀演员上去干啥去呢？去干啥去呢？你说去了之后，人家说，哎呀，我会开垦，我会测量，你会什么？我会讽刺，是吧？哎呀，有些朋友还幻想，他说我看那个末日电影，除了带那些精英，也会带上一些平民。平民啊，主要负责电影里的政治正确。哎，要不然你看带那些平民也不会五颜六色的。不是，我说末日的时候你收集齐这些人也花了好几天吧。你看那些什么马斯克天天研究那些火箭，我现在就真的很复杂。
我就觉得说，要不然你就研究出来那种能把全人类都带走的方法，要不然你就别研究出来了。我不黑暗，但我也没那么高尚，我真做不到末日来的时候，我在下面看着马斯克跟他的朋友们，对吧？坐着火箭，我在下面还替他们在那边招手，我说去了那边啊，一定要替我们人类好好生活。马斯克也向我招，你去了那边啊，也要好好生活。快留步，别送啦！都是这样。哎，我觉得啊，就说与其你不能这样子，那还不如一起毁灭。我觉得是个挺好的事情，有钱的没钱的都一起。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哎呀，好冤呀，我还没活够。哎，你想想看，那些天天健身养生的人，不比咱们冤吗？是吧？咔咔咔咔练了半辈子。海啸来的时候，我但凡有几分钟时间，我都想拉过来一个爱健身的朋友，我问他，我说你那个卧推多少来着？我觉得就是这样，经常说老天无情，我觉得就是因为他对每一个人都无情，所以才公平。你天若有情，这事儿才可怕呢。哎，你说天若有情，他能帮谁？马斯克天天给他刷火箭，是吧？你比不过他了，对吧？而且我很担心，这样子老天爷也很容易把持不住自己，他自己很容易被腐蚀的。没过多久，老天爷也会被压到那个天庭往那一站，说：“我当时也是有侥幸心理，没想到你们能查到我头上，真的是天外有天啊！”哎呀，我最后就想说，我觉得如果末日来临的时候，马斯克如果真的能带所有人都上了飞船，等我上的时候。我希望是马斯克拦住我说：“你看看你是不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谢谢大家，我是呼兰，谢谢。好，呼兰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呼兰，谢谢大家。呼兰怎么想到写这个世界末日这么一篇了？没有，是真的。我发现好多人都刷到这个消息。是的，对吧？一开始我觉得就有共鸣，在开放麦讲一讲，结果发现大家好像都对这个事情有情绪，喜欢，然后都特别的关注。而且现在这个情绪跟在2012的时候好像不大一样。就2012的时候觉得好害怕呀，说终于松了一口气儿。到了今天，好像到5号没有世界末日，好多人还有点小失望，说怎么会是这样？所以说就说写写吧，那正好大家就都还有共鸣。如果要是只有3天，世界末日就来了，你干嘛？还有3天呢？我还想过这个事情，我问周围朋友，我说你接不接受？比如说像刚才说的一样，下一秒就毁灭。他说我可以接受毁灭，但能不能给我3天的时间？我还有一些愿望没有实现，实现完之后，我觉得可以地球毁灭啊。他说，比如说什么周杰伦演唱会还没有看。我说剩3天的时间，周杰伦自己也不会出来看演唱会。周杰伦到3天还接活呢，但是也没准，人家周杰伦不叫周接活啊。所以说还不如就下一秒，就开开心心就算了。也没准儿，大家唱歌一块儿，哇，好开心啊！想起来是个好事儿啊，是一种世界大和平，哇，挺好的。我觉得呼兰写稿，他就是一个那种永远拿不进的套娃，你知道吧？就怎么打开还有，打开还有，打开还有，打开还有。就是人家有这个酱香卓玛，你是呼兰套娃，我这个，然后就是感觉老打还老有，我羡慕。我觉得世界末日不重要，我觉得你的所有的才华跟你的思索是没有末日的，了不起啊！谢谢大老师。我感觉他不光是套娃，他刚刚开始讲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我看那个世界杯，就是我觉得呼兰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巴西，就现在巴西进了半决赛。就感觉这个事儿是一个特别正常、再正常不过的事儿。我想问问巴西，其实心里面是怎么想的？他是觉得我就非常应该就是进个半决赛，很合理，或者还是说，其实巴西其实心里也有压力？我觉得巴西如果自己觉得就应该能进半决赛的话，我觉得他小组赛就淘汰了，还是得有这紧迫感。你就是觉得说，哎呀，好悬啊，看着都好厉害啊，说每年都觉得好悬，就是这样啊，才有压力。是。但是呼兰就是跷跷板这样的人。就是这边越给他压力，他把那边起得越高，他每回都能顶住了，还是很厉害的。是的。我觉得呼兰永远超出我的预期，因为他讲末日的时候讲到那些就是如果真的末日的话，是不是有一个公平？特别像我当年有个电影，1998年一个电影叫《Deep Impact》，
天地大天地大冲撞，就是人类建了一个诺亚方舟，然后又选一些，居然里面还选了个主持人，所以我记到今天。但他又超出了这部电影带给我的，当时我有同样的困惑，我说世界末日主持人那么重要会被带到外太空去吗？是，但他又超出我的预期，他最后点到的是老天无情不可怕，老天有情才可怕。我觉得这个好棒，非常妙。这个角度，哇哦，好清奇！再次掌声送给呼兰，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请看呼兰的得票情况。我觉得286，赌一赌。现在已经猜的这么细了吗？我觉得应该是，我不知道，瞎说。谢谢大老师，谢谢。大老师谁了？黑幕，黑幕。呼兰，对不起 ，I'm sorry， 我怎么知道是280？我瞎说的啊，我说的特别准啊。来，这位女巫坐啊，热烈的掌声，祝贺呼兰晋级总决赛。好，谢谢大家，谢谢朋友们。哇，看出了，小丽姐厉害，可以。36片是什么概念？一片打6分钟算的话，36片是多少时间？36、18、66、36、210多分钟，4个专场。呼兰哥在台上就扔了4个专场，他手里还有1个专场，他就讲，就是他已经讲了5个专场了。这个我觉得你在未来多少年这个行业怎么发展，它这个数据都能成为就是唯一的。但他这左1年右1年的，让他检查一下神经啊什么的，我怕他消耗太大。挺好的，就不断累加呗。希望后面的朋友可以去看之前的合集，那你带着时间去看，其实也会挺好玩的啊。然后可能会有一些穿越的感觉，因为当时有一些事情，所以说当时那个情绪，我希望这个东西不断的累加。我妈也听，买了好几种 P2P 理财产品，别人爆雷就一下，她那爆雷叮叮咣咣的。现在啥都是云喝酒、云蹦迪、云养猫，还有云睡觉。云睡觉就是一个人直播自己睡觉，然后一群不爱睡觉的人就看他直播，咣咣打赏。最近这1年，其实我特别喜欢看直播买东西。我看李佳琦，他还说前面宝叔我在呢。我就靠抢不到外卖瘦了20斤。以前减肥是要努力的，现在不努力肯定是要减肥的。我说我不是开心1点啊，我的开心有3000点，观众在这边鼓掌对吧？那边股市也在那鼓掌对吧？哎呀，喜剧是个特别好的事情，这不就挺好的吗？这我工作就是逗大家笑。谢谢大家，谢谢。